在荣国府内，王熙凤调度现金是靠一种特殊的工具——对牌。对牌一半在银库，另一半在王熙凤手里。这有点像古代调动军队的虎符，而且对牌也很可能就是受此启发而产生的。荣府内需要动用对牌之前的情况有2种：一是王熙凤下令办某事买东西，但需花钱多少，她只有大概的数目。这时总管房或相关管家就按其指令开出单子，写明需买的东西数量价格，算出所需的银钱数目。王熙凤审核同意后，就会命身边小童彩明收帖登记，并将对牌交与下人去支取银子。银库验牌后会发出银钱，持牌子的人将银钱交给买办到外面采买东西。事情办完后，持牌人再将对牌与采买货物的发票等交还给王熙凤。王熙凤查验无误后，就完成了一次采购任务。第14回里有关于这一过程的具体描写。王兴媳妇连忙进去说：“领牌取钱，打车叫网络。”说着将个帖儿递上去。凤姐命彩明念道：“大轿2顶，小轿4顶，车4辆。”凤姐听了，数目相合，便命彩明登记，取荣国府对牌治下。王兴家的去了。凤姐方欲说话时，见荣国府的4个执事人进来，都是要支领东西领牌来的。凤姐命彩明要了帖念过，听了一共4件，只2件说道：“这2件开销错了，再算清了来取。”说着掷下帖子来。那2人扫兴而去。凤姐因见张才家的在旁，因问：“你有什么事？”张才家的忙取帖回说：“领取裁缝工银若干两。”凤姐听了，便收了帖子，命彩明登记。待王兴家的交过牌，得了买办的回押相符，然后方与张才家的去领。可见王熙凤手里的对牌只有1个，王熙凤不是一下子就将待审事项全部处理完，而是等前一人领取对牌后，才审核下一人的帖子。如果多制作几副对牌，事务处理的效率可明显提高，但这样容易造成混乱，被人趁乱作弊。秦钟曾提出过疑问：倘或别人私弄一个，支了银子跑了，怎样？王熙凤的回答是：依你说，都没王法了。确实，管家奴仆并没胆量私制对牌，他们宁可钻其他空子，如帖上数目多开一些，但虚报数不能过大，否则王熙凤就会看出破绽而不发对牌。上文中荣国府的执事人被驳回扫兴而去，就属于这种情况。动用对牌的第2种情形是直接赏人或拨款给某事的经办人，这时就只需王熙凤发出领票与对牌即可支钱。如第24回里王熙凤委托贾云管大观园内种树事务，就属这种情形。贾云便写个领票来领对牌，至院外命人通报了，彩明走了出来，单要了领票进去，批了银数年月，一并连对牌交与了贾云。贾云接了，看那批上银数批了200两，心中喜不自禁，翻身走到银库上，交与收牌票的，领了银子。第23回里贾芹因掌管小和尚小尼姑的事务领取银子，也属于这种情形。贾芹便来见贾琏夫妻2个，感谢不尽。凤姐又做擎央贾琏先知3个月的，叫他写了领字，贾琏批票画了押，登时发了对牌出去。银库上按数发出3个月的供给来，白花花200-300两。这次贾琏还画了押，原因就是先知3个月是破例，否则银库恐怕就有权拒发。夏太监派人来打秋风时，王熙凤令望儿媳妇不管哪里先知200两来，望儿媳妇却说我因别处支不动，才来和奶奶支的。这固然是做戏给小太监看，但王熙凤无权任意乱支，却是实情，她毕竟得按例行事，并不能独断专行。王熙凤与贾琏共同管理家务，尽管在安排贾芹与贾云的工作时已显示了2人的强弱之别，但他们之间毕竟存在着互相掣肘的关系。第22回里为料理宝钗15岁的生日，王熙凤担心提高规格后不告诉明白贾琏而被见怪，而贾琏却表示这空头请我不领，你不盘查我就够了。同时贾琏、王熙凤虽监察着账房与银库，但反过来账房与银库也在一定程度上以祖宗定下的旧例制约着他们。
分而治之，互相牵制，这就是荣国府的财务制度。不过那些本该互相牵制的人串通作弊的事还是时有发生。对牌一词在书中首次出现是在第13回里，当时王熙凤受委托办理秦可卿丧事，贾珍便忙向袖中取了宁国府对牌出来。这表明宁国府只有一副对牌，荣国府的情形也当如此。根据书中的描述，荣国府是贾琏、王熙凤夫妇掌管对牌，而第55回里王熙凤因病休养，李纨与探春代管家务，此时对牌就到了李纨手中，读者可看到他的使用。处理赵国基抚恤金时，李纨只是仿不久前袭人母亲去世之例，赏银40两，前来请示的吴心登媳妇忙答应了事，接了对牌就走。如前所述，对牌的使用方法是前一人事情办了缴回后，才能将对牌给后一人去银库支银。可是府内需要支取银两的事务颇多，对牌以这样的方式周转效率太低，容易误事，而且无论贾琏、王熙凤夫妇或是李纨、探春，都不可能整天应对发放对牌的事务。动用对牌是为了从银库支取银两，而书中那几次对牌使用的描写都是非常规事项的处理。对于不断重复的常规事项，如厨房每日得支取银两购买新鲜蔬菜与鸡蛋之类，就无需去动用对牌的程序，因为那些机构的开支与一年的总计都有预算控制，银库对此也十分清楚，因此只要各机构执事者在预算内批了领票，银库就可以发放。这样处理既可避免事事都要动用对牌而产生的效率低下，同时也减轻了王熙凤等人不胜其烦的负担。荣国府对牌的使用应该是采用了这种模式。